在100兆年之后，一个伟大文明的最后生还者躲进了无边的黑暗。在他们的辉煌时代，这个文明的工程师掌控了整片星系，拆掉行星和小行星，建起庞大的星际帝国。可如今，在他们的暮年，这一切早就消失殆尽。周围的宇宙正在走向终结，最后的星辰也逐渐熄灭。经过无数千年，夜空越来越暗，变成了永恒的黑夜。古老的宇宙充满荒凉和衰败，所以在黑暗中，他们只能等着结局到来。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一刻会来，也知道宇宙注定会没落。他们有条理地寻找了一个能度过永恒时光的最终据点，并展开最后的宏大工程。在一个被遗忘的孤独黑洞周围，他们搭建了新的家园。用废弃星球做原料，他们造出一层壳，把黑暗彻底包住。就在这层薄壳里，他们勉强抵抗着这颗救世主强大的引力，艰难活下去。逐渐微弱的星光洒进他们最后的家园，而那旋转的黑洞也被用来提供能量。更重要的是，中心的黑洞为他们带来了最珍贵的礼物——时间。已经没人记得是哪位伟大的科学家最先发现了时间的本质。可天体工程师明白，宇宙里的时间并不处处相同。在黑洞强大的引力下，时间流动更缓慢。在外界，或许早已过去无数年，可在这巨大球体里，仅仅度过短短片刻。于是，这文明的最后移民就此看着未来一点点在眼前展开。但他们也清楚，自己只是拖延终结，而非躲避。黑暗最终还是会彻底吞没他们，直到永远。当然，这个故事只是一种猜想，但它基于一个曾改变我们对宇宙认知的科学理念。自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颠覆了我们对时空的理解，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可它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又意味着什么？时间与空间看似寻常，却掩藏了无数谜题，而爱因斯坦的理论只是开始。空间是由什么组成的？时间真的存在吗？我们若继续追寻它们的终极本质，会不会突然开悟，或让时空更加神秘？当这个孤独世界继续前行时，它跳动的心脏扭曲了周围的宇宙结构。这个文明为了继续生存，想尽了一切办法，只为延缓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他们只能让现实稍微弯曲，却无法真正打破它。在这一切背后，一定存在一个非常简单又美丽的想法。当我们在10年、100年或1000年后掌握它时，大家一定会互相惊呼，这还能有别的方式吗？我们当初怎么会这么愚蠢？什么是空间？这个问题听起来几乎毫无意义。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会用上下、左右、前后来描述周围环境。我们称其为3维，并可以自由地探索每个维度。可这个让我们在其上度过一生的通用平台究竟是什么？这是最早的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说，空间是万物孕育之母，是一种容纳万物但本身没有特质的媒介。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完全的虚空是不存在的。可直到2000多年后，我们对空间的概念才真正成型。到了17世纪，现代科学正逐渐成型，宇宙的运作开始被整理成物理定律。对这些物理定律的理解也从神话和故事进化到数学的语言。当然，艾萨克·牛顿是这场革命的先锋。
不过，在让他登上舞台之前，我们得先从一艘船讲起。1632年时，伽利略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当时他60多岁，已经多次跟罗马宗教法庭交手，只因为他坚持地球绕着太阳转的观点。于是他决定避开争议，用那段时间把自己对空间和宇宙的各种想法默默地写进这本书。后来在书里有一段他谈到一艘船，更具体来说，就是在船舱底下一个没有窗户的船员舱里，桌上有盘子、刀子，还有鱼缸里的金鱼，也有一群鸟、苍蝇和蝴蝶。这个水手会经历什么？当船停在港口时，船舱里十分安静，金鱼在鱼缸里悠闲地游着，桌上的盘子和刀叉都稳稳放着，飞行的小生物们也在欢快地飞舞。可是，一旦遇到波涛汹涌的大海，船舱跟着整艘船剧烈起伏，桌上的盘子和刀叉被甩下来，鱼缸的水也洒出来。如果海面平静，船帆充足地鼓着风，船会加速前进。水手会感受到这种变化，也会看到东西从桌上滑落。可当风停下来，船就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上平稳前进。此时船舱里一片祥和，就跟刚才停在港口一样，好像压根没在动。如果有盘子掉下来，它会直接垂直落地，而水手也能舒服地坐在椅子上。就在这一刻，伽利略意识到一个道理：没有窗户来告诉你外面的状况，水手根本无法通过任何实验来判断船究竟在动还是没动。他由此得出结论，空间里并没有一个绝对静止的概念。相反，所有人在平稳又匀速的运动中，都会感觉自己像是静止一样。因此，伽利略宣布，任何匀速运动都只是相对于另一个匀速运动而言。这样一来，人类的第一套相对论便诞生了。伽利略的水手安稳地乘着帆船，航行在地球赤道附近的海洋上。地球本身正以16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自转，同时又以67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绕着太阳公转，而太阳系还以72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绕着银河系转动，并最终正以40万3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向仙女座星系。可是，在这趟从起点出发数百万公里的漫长旅程中，他却什么也感觉不到。不幸的是，这本书出版后，伽利略再次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因为他宣扬日心说而被判异端，这部著作也被禁。一直到1835年才从教会的禁书目录里移除。在伽利略遭遇挫折的数十年内，欧洲有2位最杰出的头脑正在争论空间的本质。其中一位就是1642年出生在英国的艾萨克·牛顿，他与伽利略去世的时间只差1年。他名气无需多说，被公认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也可能是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而他的对手是哥特弗里德·莱布尼茨，虽然不算被遗忘，但今天知名度略低。他在1646年出生于现今的德国，是当时的杰出思想家，撰写过数学与哲学著作。他思考过许多深层的形而上学问题，其中一个至今仍困扰着科学家和哲学家：为什么世界会有存在，而不是虚无？两人的纠纷始于他们对微积分的研究。虽然莱布尼茨先发表了成果，牛顿却指控对方偷了自己的想法。当时牛顿是皇家学会的主席，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场争议。毫不意外的，这个委员会最后偏向牛顿。于是
他们的敌意也延续到了第二场争论。一个简单的问题：转动中的水桶会发生什么？牛顿宣称，空间是普遍且绝对的，是一座让运动展开的刚性舞台。即使这个宇宙里没有任何物质，这个舞台依然存在，运动也依然能发生。为说明他的观点，牛顿让我们想象一只装满水的桶。如果这个桶静止不动，水面就会平整。可要是让桶转动，水也会跟着旋转，水面就变得弧形。牛顿于是发问，这水究竟是相对于什么在旋转？他认为旋转加速度是相对于一个绝对空间的。也就是说，即便在一个空无一物的宇宙里转动这个桶，水面同样会弯曲。但对莱布尼茨来说，在一个没有任何物质的宇宙中去谈空间根本没有意义。他指出，物体本身的属性才是定义它们意义的关键。空间只有在物体相对于彼此的位置上才有意义。同样道理，时间也只有在讨论物体相对运动时才有意义。莱布尼茨说，如果没有物质，空间和时间就失去作用，自然也不存在。遗憾的是，1716年莱布尼茨去世，辩论还在激烈进行，但后来大家接受的却是牛顿的理论。绝对空间本质上不依赖任何外在事物，始终保持相似且不可动摇。至于绝对的、真正的以及数学意义上的时间，则源自它自身的本质，并且平等的流动，不受外在事物左右。这个所谓的绝对空间与时间，成为接下来近200年里广受接受的科学理论。只不过伽利略否定了绝对静止。绝对空间或许赢得了辩论，但绝对静止这种固定点依然不可能存在。相对论的概念依然存在，但当时只适用于空间。时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时间似乎有明确的方向性，看起来和空间截然不同。对牛顿和伽利略来说，宇宙中所有人的钟表都同步走动，共同敲击着一场贯穿万事万物的节拍。在地球上的1秒跟宇宙里任何地方的1秒都完全相同。可事实真是如此吗？时间到底是可塑的，还是一个带领宇宙前进的绝对节拍器？时间本身有属性吗？还是只能由那些发生在时间之流里的事件来定义？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先从热量开始。在遥远的未来宇宙里，围绕着正在老化的黑洞，我们奄奄一息的文明只能坐着等待，因为他们除了坐着等待，也没有别的办法。当恒星都陨落后，能量成了最宝贵的东西。为了维持剩下的一切，他们甚至放慢了自己的存在。所有细节都围绕着求生存展开，他们困倦的双眼看着天空一点一点变暗。当宇宙即将迎来彻底的热寂，他们终于明白，时间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你或许会看到一杯茶从桌上掉下，摔成碎片，但是你永远不会看到茶杯重新聚合起来，自己跳回桌上。什么是时间？就像空间一样，时间的本质一直困扰着许多古代思想家。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时间只是前后之间的步骤，而印度哲学家则认为，时间是循环的，经历跨越40亿年的创造与毁灭。可它真正的起源依然神秘。和空间一样，时间看起来显而易见，就在那里，可它明显是个不一样的家伙。我们无法像在空间里那样自由穿梭。时间有方向，
有清晰的过去和即将到来的未来。就像研究空间一样，科学家可以很务实，不深究时间的本质，只要有尺和钟表就能测量时间。可这并不代表我们能忽略那个问题。要想真正理解时间，我们得先想想马和蒸汽机。工业革命到来时，人类遇到了个难题。过去文明主要靠马或牛，这些动物喂多少草，干多少活都很好计算。比如，若你有足够的干草，就能保证一匹吃饱的马干1天活。但新出现的蒸汽机怎么办？一堆煤炭能提供多少工作量？这是个经济学上很要紧的问题。如果烧煤更贵，那你就不如继续用马。而这些思考带来了热力学的诞生。许多人苦苦思考发动机的终极效率问题。要知道，热力学刚出现时，典型的蒸汽机效率只有 3%。在真正的蒸汽机里，火焰的热量用来烧水，可有些热量还是会散到空气里。金属和金属摩擦发出刺耳声响，还发烫，这些都会造成能量损失。在任何实体蒸汽机里，这些热量的浪费是无法避免的。从热力学的数学框架来看，完美效率只是一种幻象。能量总会流失，当热量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时，就会损耗。煤炭燃烧时释放的集中能量会在发动机里逐渐被降解，也必须有一部分散到周围环境。于是，为了衡量这种衰变和无序的增加，人们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熵。而概率决定了这一切如何发生。20世纪初期的物理学家乔治·盖莫夫曾说过，就像你不会觉得看书的房间里空气会突然全跑到角落，让你窒息一样，但这并非绝对不可能，只是极度不可能而已。盖莫夫甚至计算了这种事件的等待时间，要比宇宙整个年龄还长无数万亿倍，混乱往往更常见。通过热力学的新定律，物理学家揭示了熵会不断增长，宇宙会持续走向更加无序和衰败的未来。不只是蒸汽机，行星、恒星、星系乃至星系丝状结构都在从有序向无序前行。1862年，开尔文勋爵提出了这些概念悲观的终点——热寂。他说，虽然机械能是不灭的，但它总有向外扩散的趋势，会让整个物质宇宙的势能被消耗一空。若宇宙是有限的，又只遵守现有定律，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一片静止与死亡。那这就是时间吗？一个逐渐死去的宇宙注定迎来热寂。恒星一颗颗熄灭，能量从潜在的形态被一步步消耗成废热，最后在万亿岁宇宙里漆黑一片。另一位对熵和时间之间非常感兴趣的伟大思想家是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这位苏格兰19世纪传奇科学家。他的热力学观点深刻影响了我们对热和气体的理解，而他是带着他的恶魔一起思考的。麦克斯韦明白熵的含义，他知道如果把热气体和冷气体混合，最终得到的会是温热的气体，而且这种气体会一直保持温热，热和冷不会再自动分成两半。不过他想象，如果我们有个微小的恶魔，它能感知到气体中每个原子的速度，然后把慢的原子赶到一边，把快的赶到另一边。因为气体温度是原子平均速度的反应，这样一来，恶魔就把温热的气体重新分成了冷热不同的两堆。它似乎违背了热力学定律，把无序的温热气体整理成了更有序的状态。虽然这只是个思想实验，但围绕麦克斯韦恶魔的争论150多年都没停过。有人说
这只恶魔必定在花费能量来分解原子，所以总的熵还是会上升。但也有些人认为，关键不在能量，而在于信息。恶魔需要用原子速度的信息来分解，把能量、熵和信息联系起来，听起来有点奇怪，但过去大约75年里，这种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你只要摸摸电脑就知道，处理信息时会产生很多废热。可实际情况更复杂，不光是处理信息会产生废热，忘记信息才是关键。当我们用3+2，答案当然是5。但如果只告诉你答案是5，要你反推是哪2个数字相加，你就无从知道。在电脑里，逻辑门会结合电子信号来做这道加法，输入的2个数字在得到单一答案后就被忘记了。这计算不可逆，输入被宇宙抹去，而逻辑门在忘记时会微微发热。所以热力学为忘记设定了终极极限，也就是兰道尔极限。它代表了在擦除1比特信息时不可避免的能量释放。在室温下，这个极限大约是电子伏特的1%，略多一点。2012年已有实验证明这一点，科学家认为如今的电脑芯片发热量比这个极限还高数千倍，但到2035年左右就可能会逼近。而这微小的废热又不可避免地让宇宙熵增加了一点。从根本上看，在整个宇宙范围内，正是这种计算过程的不可逆，使熵不断升高。忘记信息，所以成了定义时间之箭不可或缺的成分。这么说来，为了区分昨天和明天，我们是不是就必须忘记？未来的存在是否真的和我们无法记住一切这个事实有关？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孤独的文明，他们在无限未来面对宇宙热寂的边缘。当所有有用的能量都消耗殆尽，熵达到极大值，时间还会有意义吗？基础物理学目前还没有确凿答案，但这是个相当有趣的想法。不过，我们已经走到一个转折点。时间和空间的基础理论只能带我们走到这。虽然它们有用，但有场革命正在酝酿。一个新的秩序会直接导向我们那个孤寂黑洞世界的末日。接下来的旅途，我们要去探索新的时间、新的空间。在他们的黑洞壳里，许多文明成员都认命了，打着瞌睡等待终局。但还有一些好奇的人，虽然能量所剩无几，还是忍不住想知道宇宙的更多秘密。他们翻开那些几乎陪伴了文明永恒岁月的宏大典籍，书里写着关于空间会弯曲和起伏的种种。而最核心的故事，就是光的故事。他们知道光速相当惊人，还用它来丈量过自己的帝国。他们也知道，无论怎么努力，都没办法突破光速。他们还知道，光速是人类真正理解宇宙运作的第一步。当你在夏天夜里出门，抬头看看天顶，几乎在你正上方的会是北天最亮的那颗星——天琴座的织女星。要是按光速算，大概要26年才能到达。对于我们短暂生命来说，这几乎和永不归返差不多。没有人可以越过织女星再回家，跟地球上的亲友再次相见。光速一直是个谜。早期用灯光来回闪烁的实验显示，光速必然比音速快得多。所以科学家就想，光会不会是无限快？一直到1676年，丹麦天文学家奥勒罗莫终于找到答案。当时罗莫在观测木星的卫星围着巨行星公转，他测量它们什么时候
进入了木星的阴影之中。他本以为卫星的公转就像时钟那样精确，所以能预测它们何时会发生时分与复原。可是1年里，他对木卫一的观测预测偏差越来越大，接着又慢慢变准。最后他发现，预测精准度取决于我们和木星之间的距离，因为光必须花更多时间走更远距离，所以他要把这个延迟算进去。后来根据罗默的数据，另一位天文学家惠更斯算出，光速每秒超过211000公里，和我们现在算出来的大约每秒30万公里差不多。罗默的观测证实了光速非常快，而且有限。可光究竟是什么，还得再等200年才有答案。因为除了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的魔鬼那堆困惑，他最有名的还是把电与磁结合成一种概念——电磁学。他发现光其实就是自我传播的电与磁相互作用，而且他写在方程式里的也正好就是光的极快速度。可还是有个问题，这个速度相对于谁来说？麦克斯韦的方程式里没有答案，所以物理学家开始寻找解法。他们猜，也许光是在一种看不见的介质中传播，这个神秘的以太遍布整个宇宙。但那也意味着宇宙里存在一个绝对静止的参照系，这会与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相冲突。这问题很严重，所以当有些物理学家想要测量以太的属性时，另一些人则试着根据已有证据来个更大胆的推想。其中最重要的人就是年轻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好奇，为啥电和磁就不能服从伽利略的相对性？为什么只要涉及电流或磁体旋转的实验，就好像能测到绝对运动？于是他大胆地宣布，不可能测到。这就是狭义相对论的诞生。爱因斯坦说，在伽利略那条假想的船上，无论船停在港口，还是在风平浪静的海上前进，所有实验结果都一样。丢个球当然测不出船在动，可是就连测光速也不行。真空里的光速是常数，不管光源怎么移动，都一样。这个结论好像违背了牛顿所勾勒的世界，因为在牛顿力学中，我们只要把速度加起来就行，不同观察者会量到不一样的速度。但在爱因斯坦的说法里，光不受这个限制。无论你的船是静止，还是50节，还是5万节，大家测到的光速都一样。这样的话，只能是别的地方让步。方程式里唯一能变动的就是对空间和时间的认识。所以各个观察者会有自己的空间测量，也会有自己的时间测量。在狭义相对论里，绝对的是光速，而不是空间和时间。空间与时间不再是让物理在上面演戏的固定舞台。正如麦克斯韦把电与磁合一，空间和时间也即将合并。1908年，爱因斯坦从前的教授明可夫斯基想出了一个主意。在1905年，狭义相对论诞生后，他决定研究这个新方程的几何。在爱因斯坦的公式里，空间就是空间，时间就是时间。要换到另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就得把空间和时间混在一起。可明可夫斯基指出，与其从观察者角度去混它们，不如直接把它们合并成时空，然后用几何方式把一个观察者的时空转成另一个观察者的时空。于是合并后的时空正式登场。这个将3维空间与1维时间融合的新概念被称作明可夫斯基空间。可惜明可夫斯基在1909年就去世了，没等到物理学界完全接受他的想法。牛顿式的时空被彻底推翻，可爱因斯坦
还不满足。他的大作虽然颠覆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印象，却没能解释重力。牛顿的引力方程要用两个质量间的距离，可狭义相对论说，每个人对距离的看法都不一样。爱因斯坦只好重新构思，又花了10年才想通重力。1915年，他拿出一个让物理界瞠目结舌的答案。他把明可夫斯基式的几何时空再进化，让空间和时间都能弯曲变形，质量与能量的存在会让时空弯曲。在他的广义相对论里，爱因斯坦认为重力这种力其实并不存在，重力的效果都写在空间与时间的弯曲里。牛顿的时空观就此终结，因为不仅空间和时间是相对的，它们还可以弯曲变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让物理学家开始挖掘更多结果。在狭义相对论里，时钟的快慢会随运动而变化。虽然每个人都觉得时间是一秒一秒在流逝，可是不同时钟会记录不同时间。有了广义相对论之后，对时间的冲击更大，因为你在哪儿也会影响时钟的走速。质量存在会让空间弯曲，也会让时间弯曲，所以重力可以影响时钟的快慢。1916年，卡尔·史瓦西解出相对论的场方程，发现了一个数学结果，质量完全坍缩到1点。虽然要过50年才有黑洞这个名字，其实史瓦西早就写出了它的数学形式。史瓦西的解显示，黑洞会扭曲，空间也会扭曲时间，造成极端引力场，连光都逃不出去。在黑洞周围，引力超强，越靠近中心，时间被拉伸得越厉害。跟遥远宇宙的时钟比起来，在黑暗深处附近，时间走得极慢。而且不止黑洞是这么来的，这100多年里，广义相对论还出现了更多奇异解。从虫洞、曲速引擎到整片弯曲的宇宙，都能从可塑的时空里构造出来。1919年，科学家观测恒星光线偏折，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也让他变成了科学巨星。接着，大家开始更精准地测量广义相对论的效应，让这个概念更稳固。其中最离奇的实验是1971年由约瑟夫·黑费尔与理查德·基丁做的。他们准备了一批精确的铯原子钟，带着它们坐飞机绕地球一圈。首先把所有原子钟都集中在同个地方做同步，接着一些钟往东，一些钟往西，一些和地球自转同向，一些反向。飞机票花了7600美元，每架飞机的2个座位留给铯原子钟，因为它们在飞行中所处的重力场就跟地面钟不一样。等到钟飞了2圈又回到一起，如果牛顿的绝对时间是真的，那它们应该还是完全同步。但要是爱因斯坦正确，相对运动和时空弯曲就会让它们不同步。结果实验做完，综合起来时的确相差了几百纳秒，爱因斯坦胜出。还有个更令人惊艳的相对论验证。在发展相对论时，爱因斯坦发现能够弯曲伸展的时空也能像波一样振动。就像麦克斯韦证明电磁可以起波动，重力也一样。可当时他自己也拿不准这些引力波是不是数学幻影。1974年，还是研究生的罗素·赫尔斯和他的导师约瑟夫·泰勒用阿雷西博300米望远镜观测宇宙，结果发现了一个脉冲星，也就是高速旋转的恒星死核，会定期发出无线电。这个脉冲星每秒自转17次，而且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在绕另一颗中子星公转。因为脉冲星的闪烁非常规律，它们能精准绘制出
这对死星的宇宙舞蹈。但他们发现一个与牛顿力学不同的现象：如果只靠牛顿引力，这两个天体会一直绕圈，不会靠近。可泰勒和赫尔斯观察到，他们的轨道正在逐渐缩小，似乎他们的轨道能量在慢慢流向宇宙。泰勒和赫尔斯猜到，这正好符合爱因斯坦的引力波。他们用广义相对论来算这两颗中子星产生的时空涟漪，结果发现带走的能量刚好解释了轨道衰退。1993年，泰勒和赫尔斯因此拿到诺贝尔奖。再过24年，又有人用镭射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直接侦测到引力波，也拿下诺贝尔奖。它的灵敏度不可思议，它能察觉极其微小的时空波纹。这让我们用全新的方式探索宇宙，可以听见黑洞合并和中子星相撞的轰鸣。现在天文学家甚至想去搜寻最古老的引力波，宇宙诞生时留下的痕迹。因此，在爱因斯坦带来的新世界里，整个宇宙都写在重力之中，也就是弯曲、扭曲的时空语言。不过，方程式里还有个隐藏的秘密。从亚历山大·弗里德曼在1922年开始，到爱德温·哈勃的实证，大家发现宇宙在膨胀，空间从138亿年前的一个无限小点膨胀开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爆炸。简单来说，昨天的空间还比今天少一点，明天又会比今天多。除了我们本星系群之外，所有星系都在离我们越来越远。目前测得的平均率是每100万秒差距就增加70千米每秒的退行速度。换句话说，每当有326万光年的距离，就会让星系多出70千米每秒的远离速度。要是某个星系离我们3亿2600万光年，它就会以7000千米每秒远离我们。要是某个星系离我们326亿光年，它退行的速度就超过光速。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我们说过，宇宙限速只适用于在空间里运动的物体，而这些星系并没有在空间里动，是空间本身在它们之间越拉越开。这样的扩张宇宙进一步让弯曲时空更加复杂。根据方程式，空间是无限的，实际发生的现象就是宇宙逐渐变得稀疏。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处处都在膨胀到把万物拉开。比如你并不会一点点的被撕裂，星系本身也因自身的重力保持在一起。可既然重力是时空的弯曲，那在会膨胀的区域和不会膨胀的区域交界处会发生什么？此外，随着空间扩张，今天的时空和明天的时空并不相同，这还打破了宇宙能量守恒的传统想法。数学家埃米诺特曾详细阐述对称性原理，如果换了地方，物理定律依旧不变，就会有动量守恒。如果今天和明天的物理定律相同，就会有能量守恒。可是在一个不断改变的膨胀宇宙里，时空一直在变，这种对称性就被打破了。空间并不是被拉伸或被稀释，而是变得更多。可光子横跨膨胀的宇宙时会被拉长，能量也会下降，星系的速度也会被宇宙扩张拖慢。总之，在宇宙扩张的过程里，能量并不守恒，这一直是个让物理学家头疼的问题。所以看起来，空间好像变得实了，它能弯曲、膨胀、起涟漪。不过，还有最后一个惊人的转折。用诺贝尔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的话说，就能总结这个颠覆想法。对初学者来说，这简直荒诞。顶尖科学家居然会说空间其实什么都不是。可他确实没说错，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时空本质就是无，既没有质量，也没有其他特性。
我们看到的弯曲其实是方程式给出的几何表象。实际上，相对论暗示空间不存在任何物质属性。那么，在这个新图景里，时间又是什么样子呢？爱因斯坦的崭新世界出现后，1秒、1小时或者1分钟都变得和过去非常不一样。对于未来的文明来说，时间有很多种含义。他们清楚自己的时间很独特，和别的文明完全不共享。他们也知道，时钟的滴答会根据你身处的位置和正在做的事而不一样。他们的工程师利用了时空可塑的特性来塑造他们的社会。各种扭曲时间与空间的巨大传送门，让他们能穿越帝国各处。而在黑洞强大引力附近，时间走得很慢，他们就用这缓慢的时光去观察一切终结的景象。随着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出现，物理学家迎来全新的头痛问题。他们知道宇宙中每个粒子都有过去、现在还有未来。就像在地图上画一条线，他们可以追踪每个粒子在4维时空里的旅程，从过去经过一连串的此刻，一直延伸到未来，这就是粒子的世界线。你身体里的每个粒子、每个电子或夸克都有自己的世界线。在你还没被孕育时，这些世界线是分散在各处的。但当你成长时，许多世界线就凝聚成一个树，形成了你。当你离世后，这些世界线会再次分散。在宇宙漫长的生命里，你只是这些世界线短暂的交汇点，是永恒长河里一瞬的小小节。这听起来让人心里不太舒服，但似乎又说得通。那么问题在哪儿？首先，我们要记得，相对论里时间的相对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没有一个绝对时间，就没有统一的宇宙时钟。这表示也没有唯一的现在，也就是所谓的此刻。既然没有绝对的宇宙此刻，我们又要如何定义唯一的过去？没有一个确定的现在，那未来从哪里开始？在相对论的方程里，所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已经写在那里了。所有事物的完整历史，就像已经存在的内容，隐藏在某处。这个概念被称为块状宇宙，很多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都对此感到困扰。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现在，宇宙就没法简单从一刻演变到下一刻。我们在追踪自己世界线时，只是遵循那条预先定好的道路。我们真实的概念，比如自由意志，就这样消失了。可这不可能完全对。我们明明记得过去，而未来对我们来说是尚未开启的神秘之门。它们明明不一样，或者真的是我们想错了吗？来想象2个带相同负电荷的电子正迎面冲向彼此。因为电磁力，它们相互排斥。当它们越来越近，排斥越来越大，速度渐渐减慢，最后停住，然后反向飞离。看起来完全没什么奇怪的。但假设我们把这2个电子相互作用的过程拍成影片，然后你在放映时把左边和右边给对调了。那些物理学家观众看完后依然觉得一切正常，因为调换左右并不会影响物理过程。画面里电子靠近，相斥，看上去完全合理。如果你更离谱一点，不是调换左右，而是把过去和未来对调，把影片倒过来放呢？现在影片里的时间倒转了，观众盯着屏幕，他们会看到什么？在这个倒过来的影片里，2个电子依旧冲向彼此，相斥力也一样不断增强。它们最后停下来，又往相反的方向飘远。
还是没任何不合理的地方。物理学家们点点头，觉得这过程完全正常。可这就奇了怪了，如果你把劳莱与哈台的滑稽表演倒过来，大家马上就能看出时间方向错了。为什么两个电子的电磁相互作用，却对时间方向毫不在意？不光是电磁力，重力和强合力也是这样。只有弱合力有点小小的例外，但幅度很小。也就是说，在微观层面，宇宙的基本相互作用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时间箭头。时间可以这样流，也可以那样流，他们统统不在乎。可这就跟宏观世界相冲突了。我们日常看到的大尺度世界，明显有个时间方向嘛。冷却的咖啡，燃烧的木头，爆炸的超新星，这些过程不会反过来重演。你也没法把煎好的蛋再变回生鸡蛋。仔细想想，这其实挺古怪。我们的大尺度世界，本质上也只是无数原子组成的集合，而这些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是电磁力。而我们也说了，电磁相互作用对时间方向不敏感。那为什么当无数个不在乎时间方向的小互动加在一起之后，却会冒出这么一个清晰的时间箭头？时间到底是怎么浮现出来的？有些人说啊，宇宙自带一个时间箭头，这在宇宙学的角度里是一个烙印。在最单纯的块状宇宙描述里，时间好像无限延伸到过去，也无限延伸到未来。可这显然和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并没有无限的延伸到过去，而是在将近140亿年前诞生了。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但那一刻，空间和时间同时诞生。究竟空间和时间是如何在宇宙中出现的，依然是个谜。不过自从它们出现，整个宇宙的历史就离不开它们了。宇宙刚出生时，还有其他让我们不解的地方。比如它非常特殊，又热又密，并且异常平滑。正是这份平滑，使得新生宇宙具备很奇怪的特性，也就是宇宙诞生时，它的熵很低。听起来很怪，因为在房间里气体分散开，通常意味着更高的熵，集中在一角反而熵更低。但在宇宙尺度里，这种平滑让重力能发挥作用，慢慢把物质拉拢，最终形成恒星和星系。随着宇宙膨胀，物质演化，熵也逐步升高，引力势能不断转化成恒星、行星和人类，最后再变成散落在宇宙里的废热。就是这从低熵到高熵的转变，给宇宙打上时间箭头的烙印。刚获诺贝尔奖的罗杰·彭罗斯曾认真思考过宇宙初期的熵问题。他算出，要是纯粹随机，这种初始状态出现的概率是1:10的10的123次方。这数字小得不可思议，说明我们的宇宙起点一定有什么特殊之处，但那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块状宇宙本身也许没有自带时间箭头，要不是有大爆炸的话，也许我们压根儿分不清过去和未来。想象那种宇宙对我们来说很难。也许我们之所以能想象一切，也正是因为宇宙的特殊开端吧。在1944年6月10日，一架英国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在法国上空飞行，它和另外400架轰炸机一起为诺曼底登陆行动提供支援。可是在拉瓦尔市附近，这架轰炸机被德军高射炮击中，冒着火坠落在法国乡间。机上所有成员都遇难了，总共7条生命就这样失去了。这场战争最后牵连数以百万的伤亡。飞行员是个33岁的荷兰志愿兵，名叫威廉·雅克范·斯托克姆。
虽然如今他的名字早已不被人熟知，但就是他发现了时间旅行的理论。当然，在1940年代，时间旅行已经是科幻作品里的老梗了。H.G. 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出版了，可那毕竟只是天马行空的幻想。在牛顿的时空观里，时间旅行是铁定不可能的事。然而在爱因斯坦的新世界观里，范斯托克姆找到了科学依据。要知道，相对论的数学可不是闹着玩的，就连爱因斯坦都担心他的场方程可能没有解析解。可他发表相对论才过了1年，史瓦西就找到了第一个解，也就是黑洞。到了1920年代，科学家们开始寻找整个宇宙的数学形式。在爱因斯坦、弗里德曼、德希特这些相对论大咖的带领下，人们发现了膨胀的空间，这空间本身还能弯曲，平行线还能汇聚或散开。也有一些学者用数学方式去描绘各种假想的宇宙。匈牙利数学家康尼留斯·朗道斯就找到一个很特别的解，他的方程描述了一个像尘埃般的宇宙，却在坚实地旋转着。虽然那看起来不像我们的真实宇宙，但也让人觉得很有趣。范斯托克姆就想知道，在这样的旋转宇宙里，粒子的旅程会如何？当粒子从过去一路走向未来，它们的世界线在宇宙里延伸。可宇宙本身的旋转会把时空拉伸、扭曲，让时间本身变得模糊不清。有些世界线能绕着这个宇宙兜一圈，又回到它们自己原先的位置，变成闭合的回路。在这条回路里，未来会反复踩过过去的轨迹。物理学家把这种闭合回路叫做类时路径。用更日常的说法，这就是时间旅行。时空竟能扭曲到这种程度，实在太让人震惊。虽然那个旋转宇宙不一定真实存在，可它引出一个问题，还能不能用别的方法穿越到过去，或者跳到未来？范斯托克姆本来想去普林斯顿，直接跟爱因斯坦合作，但当二战的乌云在欧洲聚集，他决定回头看看自己的祖国。家乡被占领以后，他就想参军上战场。最后，范斯托克姆的世界线在1944年那场法国坠机事故里终结了。范斯托克姆的名字被历史遗忘了，但时间旅行和旋转宇宙的概念并没有，因为他们在1949年被一个怪才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再度发现。今天人们记得哥德尔，是因为他在逻辑学上的地位，他的不完备定理至今仍让人头疼。不过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同样震撼。二战前夕，哥德尔从欧洲的风暴中逃离，不像范斯托克姆，哥德尔成功到了普林斯顿。在那里，他和爱因斯坦成了好朋友，据说是爱因斯坦帮他申请美国公民身份，还刻意转移他的注意力，免得他在面见法官时指出美国宪法的漏洞。就是在普林斯顿，哥德尔把他非凡的数学头脑转向了相对论和时空本质。1949年，他送给爱因斯坦的70岁生日礼物就是一组相对论场方程的解。跟范斯托克姆一样，哥德尔找到了一个旋转宇宙的数学模型，那里同样有闭合的类时曲线在宇宙里循环。爱因斯坦收到这个礼物后，据说自己都很震惊。哥德尔太太给他织的毛衣也在生日会上出现了，但最终好像没成为正式礼物，历史上并没记载原因。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1978年，哥德尔也离世了。哥德尔晚年曾问天文学家，宇宙是不是在旋转？对方都说没有啊，所以哥德尔宇宙并不是我们的世界。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
存在让时间旅行成为可能的解，这点引发了许多后续研究。时空可以真的弯曲到让我们穿越时间吗？物理学家不断在方程中找寻各种穿越时空的捷径。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相对论解能大幅扭曲时空。换句话说，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时间旅行顽强地保留着理论可能。比如，如果你让黑洞自转，就会带着时空一起旋转。你如果能从中心穿过，也许会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出现。另一个相对论结构就是虫洞，它在时空中搭起一座桥梁，连接两个不同地点，有时也可能连通两个不同的时间。总之，在相对论的方程里，时间旅行似乎是摆在那里的一条潜在路。至于这些解是否真能变成现实，则尚未确定。也许我们永远没法把足够强的能量压缩到一个点，让时空完全折回到自身。如今我们算是大致懂了爱因斯坦的时空是怎么工作的，但依然不懂它究竟是什么。那我们还能往哪里找答案？别忘了，20世纪初期，不光是爱因斯坦在开新路，量子力学也正翻天覆地地改变着理论物理的面貌。也许很多物理学家想着，答案就藏在宇宙里最微小的尺度之中。在遥远的未来，文明已经陷入绝望，群星早已陨灭，连物质本身都开始融化。如今只剩很少数人，几乎被黑暗冻住。最后的生命正一点点走向终结。可还有人抬头仰望星空，想见证宇宙里最后的光辉。他们从古老典籍里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书中警示过他们，就连黑洞也无法永存。虽然庞大的相对论引力把一切粘合在一起，但在最微观层面，量子世界的作用仍让他们走向最终衰变。他们花了无数个时代想把这两者融合，可引力的世界和量子世界总隔着很远。于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黑洞家园也在逐渐瓦解。他们无力阻止这一切。确实，剩下的极少数人累得不行，干脆不再尝试。一个大学生上午上广义相对论课程，下午学量子力学，可能会觉得教授们彼此像傻子，或者起码有100年没沟通。在佛罗里达塔拉哈西的 Roselawn 公墓有一座坟墓，墓碑上写着一个1984年去世、享年82岁男子的名字。和墓园里其他人不同，这个男子在伦敦西敏寺也有纪念牌，离牛顿的遗体不远。那块牌子上没写太多，只说他是物理学家，标注了生卒年份。可牌子上还刻着一道方程式，由拉丁和希腊字母组合而成。这道方程式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首次统一。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曾说，保罗·阿德里安·莫里斯·狄拉克是到访他研究所里最古怪的人。狄拉克生于20世纪初的布里斯托，刚开始并不显得会有啥伟大成就。1923年，他到剑桥大学就读，专注于科学，几乎不跟人往来，说话也十分简短。同事们甚至用狄拉克来当单位，表示每小时只说一个单词。可他话虽少，脑子却一直在飞速思考物理难题。那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爱因斯坦的新相对论世界与量子力学的各种离奇现象都在展露宇宙的根本奥秘。狄拉克刚研究量子力学时，相关数学还停留在牛顿的舞台上。薛定谔与海森堡的方程都假设绝对时钟滴答作响，
沿用伽利略对空间的设想。可狄拉克清楚，这种时空观早就落伍了。量子力学的方程肯定要符合爱因斯坦对时空的新见解才对。这让狄拉克很烦恼，他翻来覆去的演算，周日就一个人散步，把方程在脑中琢磨。1927年12月，迷雾开始散去，他找到了相对论式的量子方程。这个方程符合爱因斯坦的要求，宇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静止参考系。狄拉克用它来解释最简单的粒子电子。突然，电子那些古怪性质都有了数学解释。在狄拉克方程里，电子会自旋，会像条小磁棒，这些难以解释的属性其实是相对论的自然结果。但方程还暗示了另一种完全没料到的性质，就像对1开平方会有正负两种结果。解释电子时，狄拉克方程也有两个解，一个是带负电的电子，那显而易见。那另一个正电解是什么？狄拉克最初猜想或许是质子，可质子质量大了接近2000倍，不符合方程。最后他总结说，这是全新粒子，正电子，跟电子质量相同，但电荷为正，也就是反物质。狄拉克方程标志着量子场论的诞生，这门理论是最成功的物理理论。我们用这套数学描述所有基本粒子和力，也是现代标准模型的基础。每个粒子都有对应的反粒子，电子与正电子，夸克与反夸克，这些全是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观下的结果。不过量子场论是建立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上，那广义相对论和引力又该怎么办？如果把弯曲时空放进狄拉克方程，不幸的是，经过早期那些惊人突破后，过去100多年，我们还没走多远。在量子场论里，支撑存在的量子波函数依然是在时空舞台上演。因为狭义相对论的关系，这个时空比牛顿的复杂不少，但依旧是大家公用的舞台。可当我们考虑广义相对论那种会弯曲、会变化的时空，这舞台就变形破碎了。别忘了，广义相对论里，时空是动态的，能演化不只是背景，而是宇宙物理的一部分。量子力学本来就已经很复杂，好在多年努力后，它的各种无穷发散终于被驯服。可时空还会弯曲波动，这些无穷大似乎再度变得无法驾驭。既然单纯硬把引力和量子力学结合不成，一些物理学家就另辟蹊径。他们回到白纸，重新思考时空究竟是什么，寻找那所谓的万物理论。可到目前为止，这趟探索依旧没有明显成果。当然，这些万物理论也没让事情变得更简单。比如说，在最流行的一些方案，弦论或 M 理论里，可能有11维甚至26维。那这些说法对时空的根本属性又意味着什么？依旧不简单。在 M 理论中，时空也是宇宙最基本的结构之一。这个多维度结构的奇形怪状解释了所有事物，不只是时空，还有物质、辐射和一切力。可这些基本结构到底由什么构成？ M 理论也没告诉我们。另一条道路是圈量子引力。表面看这更离奇，时空本身就是量子现象。在极微小的普朗克尺度上，时空是颗粒状的，本质是一张网。对我们来说，这微观网看上去就是平滑的时空。可这些时空微粒到底由什么做的，我们还是不知道。于是又失望了。也有人想，
也许真相更简单，也许时空根本不存在。回想这趟旅程开头时说的牛顿与莱布尼茨之争，对牛顿来说，时空是客观存在的，和宇宙里的物质无关。但莱布尼茨说，时空是物质之间的关系所定义，没有物质就没有时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似乎更贴近后者，物质定义了时空的结构，而时空也反过来影响物质。我们知道，从量子角度看，时空似乎是疙里疙瘩的。宇宙扩张时，也许正是这些时空小碎块构筑了现实。那如果时空其实并不存在呢？只是宏观层面上才有的幻象。听上去有点怪，可我们都知道自己是宇宙夹心层的一部分。我们感受不到宇宙大尺度的膨胀，也体会不到原子撞到皮肤时的微观细节。我们只用一个叫温度的集合词来描述那些原子运动。也许时空同理。1997年，胡安·马尔达西那在弦理论和引力的数学里发现一个关键关系，称为 ADS-CFT 对偶。这也许只是个巧合，或者隐藏着更深奥的东西，指引我们把量子力学和引力统合。如果这条路对了，会引出新的结果。在这种对应下，时空会被量子化，出现最小的长度和最短的时间。就像在普朗克尺度上，一切不过是时空的像素点。那意味着在最微观处，时空就像沙滩上的沙粒。于是，也许在这些时空颗粒之间，没有真正的空隙，也没有时间流动。对这些颗粒而言，时空可能根本没意义，只有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交互。我们比这些颗粒大了太多，才会感受到时空的概念。大概就是这些颗粒之间的关系，给了我们体验的体验。可在更深层，也许时空就不复存在，只有基础的碎片和它们的关联。听上去让人不安，但你又在哪里呢？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想，我们都接受了身体是原子组成的这个事实，可还是活得好好的。那或许对于我们所处的舞台，时空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接受。我们走了这么远，也快到终点了。时空这一路上的主角，乍看那么自然，可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神秘。牛顿笔下的时空很简洁且绝对，但到了爱因斯坦这儿就变得弯曲又复杂。再加上量子化，还要把时空切成一个个小单位。那我们到底离真相还有多远？很多人寄希望于下一个基本理论，希望某个万物理论能照亮这方舞台，说不定其中会写明时空的真正本质。也许块状宇宙的观点会被推翻，因为宇宙在不断向前展开。也许是量子过程在一瞬瞬地打造当下，或者有种我们还没想出来的机制在定义真实。但大自然也没义务非得把奥秘都告诉我们。无论科学家多努力，也许还是无法触及某些终极真相。我们得面对有些谜题可能永远都是谜，比如时空到底是什么，也许这辈子都没答案。最后，让我们回到宇宙的黄昏。在他们的家园里，最后的幸存者看着黑洞慢慢蒸发，他们只想再多争取一天，再多争取一刻。但最终，宇宙的衰败无法阻挡。他们曾操纵过空间，驾驭过时间，也许还能改变他们，可就是无法战胜他们。然后世界陷入了无尽黑暗。